3个星期没有进城的男人惊恐地发现，城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街道上和汽车里竟然全是腐烂发臭的人类，可城里却没有发生战争，新闻上也没有播报有紧急情况。就在男人惊慌的时候，身后的广告牌突然响起警报。他抬头看去，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提醒。这是2004梦魇绝症导演亲自执导的最新灾难美剧《大地永存》。网剧开播仅30分钟，就在 IMDB 和烂番茄上拿下了9.6和95%的新鲜度。花姐第一时间就搞到了资源，今天就让我们抽几分钟研究一下，什么病毒那么仁慈，竟然可以让我们不用还房贷。老规矩，资源和解说同步更新。故事要从一次野采说起。我们的男主塔马德谢特是一位地质学家，因为工作的原因，马德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那天中午，马德和往常一样到山里采集样本，然而就在他仔细观看掩体的时候，却感觉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马德回头看去，发现是一条不知型号的响尾蛇。作为地质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蛇的可怕。马德拿出手机，想要呼叫救援，可谁知蛇毒突然发作，手机不慎掉到了下方的悬崖。发现蛇毒已经发作，马德不敢耽搁，他匆忙拿出匕首，在胳膊上画出十字，然后通过吮吸的方式将毒素吸出。稍作休息，马德向着山下跑去。经过小半天的跋涉，他终于在毒发前赶回了营地。可他还没来得及拨打救援，毒素就再次发作。恍惚中，马德看到他的胳膊已经变黑，这意味着毒素已经和血液融合。他还想挣扎，可扩散的毒素却让他无法动弹。不甘心的马德最终晕死在了床上。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德从昏睡中醒来，他抬头看去，发现被咬伤的手腕已经肿大。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可却感觉使不上一点力。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德隐约中听到屋里有人闯入。Let's go. 他想要求助，可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倒霉的马德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远去。第二天一早，马德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吵醒，他转头看去，发现窗外好像有一架飞机快速飞过。马德试着再次起身，结果还是无法爬起。一直到了深夜，马德才勉强可以活动手臂。口干舌燥的他一口气喝了一大瓶水。等马德再睁眼，已经是2天后。恢复行动能力的他第一时间查看了伤口，结果却发现胳膊已经消肿，看样子是那天的急救起了作用。简单吃了些东西，马德就准备下山去医院看看，毕竟是被响尾蛇咬伤，可不能马虎。然而刚来到医院的停车场，马德却注意到了诡异的一幕，不远处竟然躺着一个人。他凑近一看，结果却发现地上的人竟然是小镇的快递员。快递员已经开始腐烂，周围全是苍蝇，看样子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疑惑的马德向后看去，结果却发现了更恐怖的一幕。停车场到处都是去世的人，有的躺在车里，有的躺在地上，大家似乎是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被瞬间杀死。就在马德奇怪的时候，不远处传来警报声，他回头看去，发现停车场的大屏幕上写着快跑。看到提醒的马德意识到了不对，他匆忙回到车上，向着家的方向赶去。在回家的路上，马德打开了广播，他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报紧急通知。听到广播里的提醒，马德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回到家里，结果却发现父母也不幸感染，早已经去世。遗憾的马德只能在后院刨了个坑，将父母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马德在小镇上到处寻找，想看看有没有幸存者。可他找遍了所有地方，结果却一个幸存者也没有发现。他也试着联系当局，可当局的频道也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全世界只剩自己了吗？为了寻找其他幸存者，马德来到了纽约。偌大的城市灯火通明，可却依旧没有一个活人。看着空荡荡的大厦，马德彻底绝望了。他留在了城里，准备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然而就在马德以为整个地球只有自己幸存的时候，角落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Make mine a double.
We frightened you. 女人自称名叫金姐，边上的男人则叫谢特。从两人口中，马德才得知了灾难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概3周前，中东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病毒，这种病毒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病毒都不同，它们竟然可以在空气中存活，并且随着风运动。一阵冷风过后，沿途的人就纷纷倒下。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察觉是怎么回事，直到他们突然感觉呼吸困难，再然后大家就全都死了。美国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诡异的现象，他们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全世界的所有国家。科学家们想要研究疫苗，可病毒传播的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研究。There was a new pandemic. Vaccines weren't working. Parents call me 3 times a day, but I thought they were just stuck on the wrong channel. Turns out they were all the wrong channel. 只是2个半周左右，病毒就随着气流扩散到了全世界。金姐和谢特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他们只看到亲朋好友在痛苦中死去，而自己却和没事人一样。金姐认为他们可能是免疫体，免疫了病毒，所以才幸存下来。他们也到处寻找幸存者，可城里却空无一人，发现除了自己还有人幸存。马德十分开心，为了庆祝找到同类，他们喝了很多酒。迷迷糊糊的马德醉倒在了电梯口。第2天一早，马德找到金姐，他觉得其他地方也一定还有幸存者，他想出去找找，毕竟只有金姐一个人，根本不够重新组建人类文明。然而金姐和谢特却不想离开这里。金姐觉得就算有幸存者也只是少数，反正他们也无法挽救人类，不如尽情的享受生活。金姐还想约马德一起研究赛车，她嫌弃谢特只有3分钟，赛车这段不好看，花姐帮你们掐了。眼看2人不愿离开，马德也没有强求，他开着车离开了城市，准备去其他地方看看。在半路上，马德还捡到了一只旺财。正如同金姐说的一样，在接下来的1年里，马德找遍了很多地方，再也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为了打发时间，马德去图书馆拿了很多书，他想通过研究来搞清楚杀死人类的那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因为资料有限，马德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在马德纠结要不要回去找金姐的时候，他发现远处的房子竟然正在冒烟。But what happens if we see it? What is the cost of that hope changing into reality? 激动的马德匆忙开车赶往了冒烟的区域，可刚下车，他就听到了上膛的声音。Stay right w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anyone in the longest time. What do you want? We're neighbors, almost. Saw your smoke. Thought I'd see who's alive. 得知马德是自己的邻居，女人才放下了手里的家伙。女人自称名叫黑姐，是一位植物学家。她热情地邀请马德进屋喝茶。从黑姐口中，马德才得知，她也是刚刚才来到这个小镇的。马德是他自灾难后遇到的唯一一个活人。黑姐原本是想在小镇上补充一下物资，然后再继续寻找幸存者的，可周围的房子里全都是腐烂的尸体，十分难闻。她找了好久，才在这里找到了一栋还算干净的屋子，可边上的其他房子也有尸体，这里也臭得不行。黑姐刚将火升起来，马德就赶了过来。得知黑姐在寻找落脚点，马德将她带到了自己半山腰的别野。房子的原主人是个富豪，可惜也没逃过那场灭顶之灾。看着奢华的房子，黑姐感觉一阵惋惜。I'd be worried. You like to read? 果然，钱这个东西赚到就要尽快享受。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来，因为家里的物资没剩多少。马德和黑姐开车来到了山下的超市，看着货架上的食物，马德刚准备拿取，谁知却被黑姐制止。原来这些商品虽然包装完好，但因为保质期早已经过去，吃了这些过期的食物很有可能会生病。黑姐让马德去找一些罐头，罐头在生产的时候基本很少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很长。听到黑姐的提醒，马德才反应过来，怪不得家里的麦片最近有些苦，原来是过期了。两人分头寻找，很快找到了一大车物资。就在马德要去和黑姐会合的时候，他却听到身后传来响动。看着货架上的老鼠，马德一脸无奈，可他没有注意到，在货架的背后还有更多的老鼠。将所有物资打包装车后，两人又回到了半山腰的别野。
闲聊中，马德说起了那场灾难。他隐约中记得，灾难发生的那天，家里来过一群人，可他们在看到自己昏睡在床上后就匆忙离开了。马德以为是自己被蛇咬了，才侥幸活了下来。然而黑姐却告诉他，他活下来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蛇毒。Mother Earth, seeking revenge. We were the virus. Just gonna fight us. Never let us relax. Permanent payback. So we fight. Against Mother Nature? She gonna be a bitch? Hell yeah. 原来在大自然看来，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其实都是生态圈的一员。如果某个群体太过强大，就会导致生态圈失衡。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另一种更强大的东西杀死这个种群，地球的生态圈也会因为这个种族的衰败重新开始下一个轮回。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病毒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比起恐怖袭击，黑姐更认为这就是一次生态圈的洗牌。听到黑姐的诉说，马德也觉得有点道理。虽然人类文明很强大，但想要制造出一种瞬间杀死几十亿人类的病毒也不太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病毒来自自然界。虽然有些无奈，可灾难都已经发生，现在纠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因为马德不准备离开，黑姐也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生活。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密切。最终寂寞的马德和黑姐一个没忍住，飙了一把车。飙车这段不好看，花姐帮你们掐了。时间一晃，小半年过去。那天中午，马德在维修太阳能电板的时候不小心从房顶摔下，还好黑姐就在一旁。因为是植物学家，黑姐懂得很多药用植物。在黑姐的悉心照料下，马德很快恢复。更让马德意外的是，黑姐竟然怀孕了。可得知黑姐怀孕，本该开心的马德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原来马德是担心没有医生接生，他们又不懂这些东西。可黑姐却觉得这没什么，原始时期也没有医生，人类文明不也延续下来了吗？ We've been okay. We'll be okay. I need you to believe in us, in this, in a future. 虽然黑姐看上去说得很轻松，可她自己也有些担忧。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马德去图书馆找了很多关于分娩的书。通过几个月的研究，马德逐渐搞清楚了分娩的流程。为了让胎儿有足够的营养，马德还学会了打猎。在寻找猎物的过程中，马德发现自从没有人类，森林里的动物也开始多了起来，尤其是一些植物已经蔓延到了市区。也许再过10年，城市就会恢复成远古时期了。他不由得感叹气，没有人类的地球的确很清静。然而就在马德和黑姐以为他们的这辈子会这样平凡的过去时，黑姐却发现最近家里的老鼠突然变多了。刚开始马德也没在意，老鼠不是很常见吗？ Hard. Never met a fight to live like a rat in a toilet. We have traps? Not big enough for that guy. 听到黑姐的提醒，马德才反应过来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当没有天敌限制，老鼠的种群数量就会出现爆发性增长。当鼠群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鼠潮。据说15世纪的时候，黑死病导致上千万人类死亡，当时欧洲就出现过鼠潮。那场灾难堪称恐怖，宛如潮水般的老鼠涌入城市，竟活活将人啃食干净。想到这，马德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他准备明天去超市看看有没有老鼠药之类的东西。然而马德的话还没说完，屋外却突然响起了叽叽喳喳的声音。马德探头看去，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大街上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很多老鼠，鼠群正向着他们家的位置赶来。看着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鼠群，黑姐想起了白天马德带回来的牛肉。原来因为肆无忌惮的繁殖，鼠群早就将城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闻到气味，鼠群以为有食物，于是就聚拢过来。反应过来的马德想要将食物销毁，可此时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密密麻麻的鼠群已经来到屋外。看到这一幕，马德只好将牛肉丢到了街口，趁机将老鼠引了过去。可一头牛根本就不够几万只老鼠吃，只是瞬间，牛肉就没了。马德只能带着黑姐躲回了家里。他们找来布条，堵死了所有的缝隙。然而就在两人等待鼠群散去的时候，屋外却传来旺财的惨叫。看到鼠群正在围攻旺财，马德只能打开了门，谁知鼠群却趁机进入了屋子。还好进来的老鼠不多，他们很快将其清理干净。等清理了老鼠，天也亮了。然而不等马德喘口气，他却发现黑姐躺在地上有些不对。原来刚才驱赶老鼠的时候，黑姐的羊水破了，
意识到黑姐要生了。马德想起了水上的知识，他学着书上的样子帮助黑姐分娩，可孩子却迟迟没有出来。黑姐意识到她可能难产了，还好马德是个学霸，这些东西也学过，在他的帮助下，黑姐顺利生了一个孩子。看着新生的孩子，马德觉得他们不能再这样单独生存下去了，以后孩子长大了也需要社交，需要同类，不然孩子会孤独到死的。黑姐也觉得有道理，两人架设了电台，将自己幸存的消息和位置广播了出去。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可两人广播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在末日中，人性其实远比灾难还要恐怖。不久后，一个男人出现在了小镇上，恰好有一对幸存的夫妇发现了坐标，他们来到了小镇，加入了马德的团队。时间一晃6年过去，在这6年中，地球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没有人类活动，森林和动物们开始向着城市蔓延。在这期间，马德从未中断广播，在他们的努力下，又有几个幸存者加入了营地。更让马德开心的是，黑姐又给他生了一个娃，如今他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亲。这天中午，马德和往常一样出门搜集物资，在折返的途中，他意外撞飞了一头狮子。就在马德下车查看的时候，他却意外发现森林中竟然有一个女孩。Hey! 马德以为女孩是被广播吸引过来的，匆忙追上了对方。然而看到陌生人的女孩却一脸惊慌，看着不断挣扎的女孩，马德担心吓到对方，他将自己有营地的事情说了出来，还邀请女孩加入营地。可女孩似乎十分害怕马德，只是低着头不说话。发现女孩的表情不对，马德也没有强求，他告诉女孩，如果她需要帮助，自己会在车上等待10分钟。如果10分钟内女孩没有过去找自己，就以为她不需要帮助，那他就会离开。担心女孩不相信，马德还主动走开。然而当马德回到车旁，却发现刚才的狮子不见了，看样子那头狮子只是被撞伤了。考虑到营地附近出现狮子，马德觉得应该加强一下营地周围的栅栏。就在他回忆哪里有木材的时候，刚才的小女孩走了过来。马德从车里拿出一个苹果，女孩接过苹果就开始狼吞虎咽，看样子是饿了很久。马德的退让女孩有了安全感，可她却没有上车，而是爬上了货箱。马德也没多想，带着女孩返回了营地。得知马德带回来了一个女孩，黑姐特意带着2个孩子过来迎接。可面对众人的问候，女孩始终低头不语。女孩的反应让马德意识到，她可能遇到过什么非人的虐待。听到马德的诉说，茉莉端着一份食物来到了车旁，可看到陌生人，小女孩却十分警惕。她以为茉莉是要伤害自己，推开了对方。可当看到茉莉胳膊上的烟痕时，女孩却突然愣住了。原来茉莉在小时候也遭到过虐待，她深知那种折磨的可怕。在茉莉的劝说下，女孩终于放松了警惕。马德给女孩安排了一个独立的房间，不仅有浴室，还有很多毛绒玩具。考虑到女孩独自一人在野外无法生存，马德就怀疑女孩是被其他人带过来的。如果那个人是歹徒，可能给营地带来危害。他和伊什等人来到了发现女孩的森林，在一处空地，他们发现了一栋破旧的小木屋。木屋虽然破旧，但却有人生活的痕迹。然而众人在附近搜索了一圈，却没有发现幸存者。而在男人们外出搜索的时候，茉莉在女孩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上的内容让茉莉十分动容。原来女孩名叫艾薇，来自德克萨斯州。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全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然而艾薇的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他们才是最不幸的。艾薇的父亲是一个杂碎，他竟然侵犯了自己的女儿。母亲想要阻拦，结果却遭到了毒打。在父亲的毒打下，母亲得了重病。为了让女儿逃出去，母亲趁着父亲外出，偷偷解开了捆绑艾薇的镣铐。她让女儿向森林深处跑，永远不要回来。逃进森林的艾薇谨记母亲的叮嘱，她跑进森林里躲了起来，渴了就喝露水，饿了就吃野果。也不知道在森林里流浪了多久，她才遇到马德。得知艾薇的遭遇，众人不由得感慨起来。在大家的照料下，艾薇的身体很快恢复。这天中午，马德正带着孩子在后院打闹，谁知森林里却响起了警铃。马德以为是有动物进入营地，他拿起武器小心靠近。然而就在一个拐角，他却发现触发警报的竟然是几个幸存者。发现有陌生人靠近，黑姐等人也匆忙赶了过来。双方都对对方充满了警惕，最后还是为首的女人率先开口。女人自称名叫金姐，说他们来自俄勒冈州。几周前，他们的营地爆发了鼠潮，没办法的金姐只能一路南下。在搜索物资的时候，他们看到了马德的留言，抱着试试的态度，众人就来到了这里。可在路过森林的时候，金姐的孩子意外触发了马德设置的警报。得知几人没有恶意，马德等人才放下了戒备。
在得知金姐是一个医生后，营地里的几人都十分开心。马德邀请金姐等人加入自己的营地，他们真的太需要医生了。金姐也没多想，同意了加入。反正他们也一直在流浪，有个营地好抱团取暖。经过几天的相处，大家很快成为了熟人。这天中午，马德带着众人来到了远处的一个小镇搜索物资。在路过医院的时候，金姐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药品之类的，可就在搜索的时候，她却意外被一只野狗发现。还好边上就有灭火器，她利用灭火器赶走了野狗。可就在金姐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意外发现悬挂灭火器的房间有些不对。她砸开木门，结果意外在房间找到了大量未开封的药品。看到医院里竟然还有药，马德也十分意外。有了这些药，大家就不用担心生病了。考虑到营地里的孩子越来越多，马德觉得他们应该弄一个学校。众人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然而就在马德以为他们的营地会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那天中午，马德正在后院教小儿子走路，谁知一抬头，他却看到了一头狮子出现在了草丛中。虽然马德成功拦住了狮子，可他根本不是狮子的对手。重伤的马德晕死过去。看到马德被狮子咬伤，从不说话的艾薇终于说话了。他着急的大喊救命，还好大家就在附近。在众人的努力下，马德被成功救了回来。之前金姐找到的药也发挥了大作用。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重伤的马德侥幸保住了命。气愤的黑姐拎着家伙进入了森林，她沿着血迹找到了那头狮子，直接爆头了对方。经过小半年的休养，马德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因为受伤，他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专门教导知识。一眨眼，14年过去，时间来到了那场灾难爆发的17年后。在这些年中，营地里的众人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幸存者，他们从未中断过广播，可再也没有一个幸存者加入营地。马德甚至怀疑，全地球就只剩他们了。随着孩子们长大，青春期也随着到来，马德的大女儿黑妹和伊什的大儿子希瑟有了感情。趁着外出搜索，两人做了一些大人才能做的事情。这段不好看，花姐帮你们掐了。马德和黑姐也察觉到两个孩子有问题，但现在都是末日了，这些东西也没必要太重视。然而让两人没想到的是，黑妹在看到地理书上的图片后，竟然想外出探险。刚开始马德和黑姐都不同意，觉得外面太危险。虽然人类差不多灭绝了，可森林里到处都是野兽，万一发生危险，他们也无法第一时间救援。可转念一想，马德又找不到借口，反正人类文明都快消亡了，去看看也没什么。在众人的祝福下，黑妹和希瑟开车离开了营地。然而两人刚走没多久，营地里就发生了意外。艾薇在做菜时发现家里竟然断水了，可水管链接了水库，怎么可能断水呢？刚开始马德以为是管道有问题，可当他来到水库，结果却发现水库竟然干了。看着干枯的水库，乔伊这才想起，在过去的半年里，他们这里都没有下过雨。马德这才意识到这片区域可能遇到了干旱。然而就在马德准备将水管的位置调整一下的时候，乔伊却突然惊慌地大喊起来 Dad, Hope you have a brilliant idea, son. no. But they might. 马德探头看去，结果却发现桥面上竟然驶来一个车队。看到有车，马德和斯拉匆忙带着乔伊回到了营地。他们拿出武器，警惕地盯着四周。没多久，刚才的车队来到了营地外，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人，为首的男人自称名叫克里斯，是这支小队的首领。克里斯说，他们刚才路过水库的时候发现了有人活动的迹象，于是就跟过来看看。见克里斯等人没有武器，马德也放松了警惕，他打开了肛门，让大家进入了营地。从交谈中，马德才得知克里斯等人来自德克萨斯，他们的营地和马德的营地一样，也曾遭遇过鼠灾。为了躲避老鼠，克里斯就一路带着大家迁徙。可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的营地，结果又遇到了旱灾。为了寻找水源，大家不得不一路南下，结果就来到了这里，遇到了马德。更让马德意外的是，克里斯他们竟然还有一台钻井机。马德想让克里斯帮他们打一个井，作为条件，营地可以提供食物和燃料。如果克里斯不想离开，也可以带着大家留下来。克里斯也没多想，欣然答应了这个要求。作为地质学家，马德很快在后院找到了一个适合打井的地方。为了招待众人，马德准备去森林里打几头麋鹿。得知马德要去打猎，克里斯也跟了过来。马德还想在克里斯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技术，可谁知克里斯抬手就打死了一头小鹿。Fuck! Clean shot. Now we finish. 看着果断的克里斯，马德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这让马德有了强烈的挫败感。更让马德失落的是，在晚上的篝火晚会上，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年轻的群体，这让本就郁闷的马德更加郁闷。黑姐看出了马德的失落，她让马德试着融入大家，可代沟这种东西
不是说跨过去就能跨过去的。失落的马德一个人来到了森林里，经过几天的努力，机器终于穿过了坚硬的岩石层，在压力的冲击下，一股水流喷涌而出。克里斯成功为缺水的营地打出了地下水，幸存者们都为此感到开心，而克里斯的地位也一下子超过了马德，成了营地的核心。更让马德糟心的是，克里斯也没打算离开，他和众人都留在了营地，这让本就郁闷的马德更加郁闷。马德的变化引起了营地里其他人的注意，甚至就连黑姐都认为马德是在嫉妒克里斯，还劝说他大度一些。如今人类文明都快灭绝了，他们应该团结起来。面对黑姐的不理解，马德也无力解释，他并不是嫉妒克里斯，而是总觉得这些人的眼神不对。深夜，难以入眠的马德来到阳台散心，纠结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然而刚出来，马德就看到克里斯从艾薇的房间离开。Charlie, what the fuck? Good old Ish. Smarter than he looks, and dumber than he knows. Oh my god. Evie. 听到克里斯的回答，马德瞬间反应过来情况不对，他匆忙来到艾薇的房间，结果却看到艾薇衣衫不整地坐在桌上哭泣。原来就在刚才，克里斯闯入房间，这家伙竟然强暴了艾薇。因为小时候的遭遇，艾薇根本不敢呼救。看着可怜的艾薇，马德回想起了克里斯等人刚到营地的第一天。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感觉克里斯看艾薇的眼神有些不对，而也正是这个眼神让马德觉得克里斯有些问题。但当时克里斯伪装的文质彬彬，马德还以为是自己想多了。如今看来，他的预感是对的。马德匆忙将营地里的众人召集起来，得知艾薇竟然被强暴了，茉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年来，他把艾薇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谁知长大后的他竟然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气愤的茉莉想要去找克里斯算账，结果却被马德叫住。他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克里斯，而是他的小队会不会对大家的营地造成破坏。如果克里斯发起反扑，那大家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金姐也觉得有道理，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处理克里斯和他的小队。金姐认为他们应该把克里斯等人赶走，可如果驱赶，克里斯一定还会回来找麻烦，他们可没有时间来提防潜在的危险。最终经过商议，黑姐决定果断一些，直接干掉克里斯。 We have to kill him. If Charlie was the virus, would we not do everything to survive him? Murder as survival? Justice for Evie. For all of us. But we would still be committing fucking murder. No. This is madness. Do you not? 听到黑姐的提议，在场的众人都懵了。虽然大家都是身经百战的猎手，可杀人这种事情谁也没动过手。就在大家纠结要不要动手的时候，黑姐再次说话：他们的营地还有孩子，如果克里斯将目光看向了孩子们，那大家到时候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呢？听到黑姐说起孩子，余下的几人也不再纠结。通过投票，众人一致决定干掉克里斯。而与此同时，克里斯也觉察到了马德看自己的眼神不对，他仔细观察了营地里的战斗力，除了马德，其他人都不对他们构成威胁。克里斯和杰夫决定明天就控制这个营地。然而就在两人密谋的时候，马德来到了克里斯的车外。马德也没有啰嗦，给了克里斯两个选择，要么自己离开，要么就被干掉。然而面对马德的威胁，克里斯却压根不在意。看马德孤身一人，克里斯拿出了匕首，他还嚣张地说要霸占没有花姐漂亮的黑姐。 Only way I'll ever leave is with your wife. Say my eulogy in 50 years. I love you, Charlie. The last thing I hear before I disappear into the dark. 好家伙，黑姐是香饽饽呀，都50几了，还有人惦记。然而克里斯的话没说完，黑姐等人就走了出来。意识到不对的克里斯还想狡辩，可众人根本没给他机会。马德拎起铁锤，直接就一个40。蹬腿2下半，嚣张的克里斯当场被送去见了上帝，确定克里斯蹬腿了。众人秘密处理了他的尸体。第二天一早，金姐找到了克里斯的女友，她想看看克里斯团队的态度。当得知克里斯死了，佩里竟然十分兴奋。原来克里斯的团队并没有大家预想中的团结，车里的众人都是被克里斯胁迫的。得知佩里等人的遭遇后，金姐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马德将克里斯的团队聚集起来，给了他们2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留在营地重新开始。
得知老大死了，杰夫还想投靠马德的营地，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马德怎么可能接受？最终杰夫还是被赶走了。有了新人加入，马德的营地一下子从几个人的小团队扩大到了10几人的大团队，大家分工明确，一下子就形成了规模。一眨眼3年过去，时间来到了灾难的20年后，在马德的经营下，营地逐渐走上正轨。更让马德意外的是，小儿子乔伊展现了非凡的机械天赋，他只用几个零件就手错了一台抽水机，这让马德和黑姐都十分意外。然而就在马德准备开发乔伊的天赋时，意外再次发生。那天傍晚，熟睡中的马德发现乔伊晕倒在了家里，他上前一看，发现乔伊竟然发烧了，他以为是小感冒，准备找金姐要一些退烧药。然而当他来到医务室，结果却看到医务室竟然躺着好几个病人。从金姐口中，马德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No, I know the symptoms. It's the shakes, it's the bakes, it's the aches, it's the unrelenting fever. Can't be sure it's the same. Ish, you weren't there. The first time you didn't see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you only saw its aftermath. Whatever it is moving fast. And it is infecting even those who survived the first time. 听到金姐的话，马德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回想起了20年前的一幕，当时他也是发热、咳嗽，还有头疼等一系列症状。起初马德还以为那是被蛇咬导致的，可当看到病床上的众人，他才反应过来那是被病毒感染。金姐告诉马德，情况有些不好，她让马德通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家，如果有感冒发烧，一定要送过来隔离，防止病毒扩散。马德匆忙回到家里，准备将乔伊送过去，可刚到家，他就看到外出探险3年的黑妹竟然回到了家里，可回来的却只有他自己。Where's Rafe? I'm alone. He's gone. We shouldn't have gone, Mama. No, you had to. It's okay. We did have to, and it's not okay. 得知拉伊夫发生了意外，黑姐2人都傻了。可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营地爆发了流感，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救治大家。马德让黑姐照看营地，他则骑车赶往了远处的城市，想要找一些药物。没有人类活动，整座城市直接变成了植物的天堂，到处都是肆意生长的藤蔓和野草。马德在一个废弃的医院里找到了很多抗生素，他第一时间就带着药回到了营地。然而即使有药，效果也不大，因为这种病毒根本就无药可治，一旦感染就只能靠免疫系统。马德等人还好，他们经历过一次感染，身体可以免疫病毒，可那些在灾难后出生的幸存者却没有免疫。或许是末日后没有什么添加剂的缘故，幸存者们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而在金姐忙着治疗的时候，海瑟和黑姐说起了这几年来他们外出旅行的过程。他们一路开车向北，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2人就会小住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北上。本来按照计划，他们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营地，可一路的美景让2人流连忘返。除了旅游，他们还在不停地寻找其他幸存者，可结果却十分悲催。除了他们自己，2人再也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就在海瑟以为人类可能彻底灭绝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废墟发现了一串坐标和箭头。海瑟以为这附近有幸存者营地，于是2人便一路搜索。可当他们来到坐标点，却发现这里的营地早已经荒废，根本就没有任何幸存者。虽然有些小失落，但他们并没有过多意外，毕竟那场灾难杀死了99%的人类。在寻找营地的时候，海瑟发现了一处非常不错的营地，他们就在这里驻扎下来。让海瑟意外的是，这里竟然有一株短叶紫杉。他记得马德曾经说过，这种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尤其是咳嗽发烧。海瑟采集了一些树叶和种子，准备在他们的营地也培育几株，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就在他们忙着采集的时候，海瑟却意外撞到了一个幸存者。这个幸存者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马德赶走的杰夫。这些年杰夫一路流浪，意外来到了这里。海瑟并不知道杰夫等人的恶行，他还以为对方是一个孤独的幸存者。他刚想说话，可看到有人，杰夫却转身就跑开了。海瑟将遇到幸存者的事情告诉了男友。就在2人准备去寻找的时候，杰夫却突然出现在了营地。他挟持了雷夫，威胁海瑟交出所有的食物。可谁知在双方对峙的时候，雷夫却趁机反扑。厮打的过程中，雷夫不慎被捅伤。虽然海瑟干掉了杰夫，可男友还是没能挺住。伤心的海瑟将男友埋在了营地，她则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得知儿子发生了意外，雷夫的父母都很伤心，可他们并没有责怪海瑟。虽然海瑟带回来了紫杉树叶，但面对恐怖的病毒，树叶根本没什么用。乔伊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马德将乔伊抱到了森林里，想用冰冷的河水给他降温，可年幼的乔伊还是没能挺过来，
最终这场流感导致营地减员1/3，儿子的离世让马德对未来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来到图书馆，想要烧掉所有的书籍，可就在他点火的时候，黑姐却叫住了他。Do what? Rebuild the contents of this tomb? It's gone forever. It was gone way before Joey. You wanted him to reignite the old world, but no one can do that. 听到黑姐的劝说，马德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可乔伊的离世还是让马德沉寂在悲伤中无法自拔。为了走出悲伤，马德只能找一些事情来让自己忙碌起来。经过小半年的冷静，马德逐渐走出了悲伤。在收拾乔伊的遗物时，马德意外在笔记本上看到了乔伊生前设计的信号基站。这个基站的功率非常大，可以接收到所有的频段。看着乔伊未完成的设计，马德决定帮助儿子完成遗愿。他找到幸存者们，提出了自己想建设基站的想法。大家都很赞同这个提议。在众人的努力下，他们将一个废弃的基站接通。怀着激动的心，马德启动了电台，他向全频道发射无线电，希望有幸存者可以听到。CQ, CQ, CQ. This is San Lupo. Do you read me? CQ, CQ, CQ. This is San Lupo. Is anyone out there? CQ, CQ, CQ. This. San Lupo. Can anyone hear me? Is anyone out there? 可马德呼叫了很长时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广播，但马德相信地球上一定还有幸存者。这天在打球的时候，海瑟无意中说起了他们上次发现幸存者营地的事情。当时他在坐标下看到了一串数字，因为当时没有接触过无线电，他们不知道那是波段。听到海瑟说起这事，马德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频道，他试着呼叫了这个频道。CQ, CQ, CQ. This is San Lupo calling. Frequency 147225. Is anyone there? This is 147225. You found us. 听到有人回应，在场的众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通过交谈，马德才得知，在距离他们100英里左右的西北方向还有一个营地，那个营地比他们的还要大，有70多个幸存者。对方邀请马德等人加入他们，可听到邀请，在场的众人却都沉默了。马德害怕上次的悲剧重演，可如果不融入那个营地，他们也很难在这末日中生存下来。 Are you there? Can you still hear me? We were afraid too, if that's w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When we first painted the frequency up, many of us didn't want to do it. Why did you? Something kept telling us. We had to. We have to. We have to. Yes. 最终经过全体成员的投票，马德决定加入那个营地。时间一晃来到了末日的50年后，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马德早已经白发苍苍。虽然他们的营地如今已有数千人的规模，可人类文明终究还是没落了。那些曾经的科技和城市被淹没在蒿草中，化为了时间的尘埃。看着被森林包裹起来的城市，马德想通了一切。人类虽然是智慧文明，可他们最终也只是悠悠长河中的一位普通过客，就像惊艳一现的昙花。也许人类会彻底灭绝，也许我们还会重新站在地球的巅峰，可这一切都和自己没关系了。他将象征权力的锤子交给了小儿子，他们才是人类的未来。以上就是2024最新高分美剧《大地永存》的全部内容。整体来看，网剧的质量有些平淡，不过核心主题却非常值得人类思考。那么小伙伴们认为人类会灭绝吗？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